那么你思考的这个结果必然就是我们即将讲授的另一个定理，叫做诺顿定理。那么诺顿定理就是说，内部包含独立源、线性电阻和线性受控源的一端口网络是可以等效成为一个电流源和一个电导的并联的形式。那么这个电流源的值叫 ISC， 是指的这个端口短路的时候流过的电流。这个电导的值叫 GI， 是指的从这个端口往里看的等效电导。当然了，这个诺顿电路和原电路是等效关系，戴维南电路和原电路也是等效关系。很显然，戴维南电路和诺顿电路也有等效关系。从我们此前讲授的实际电压源和实际电流源的等效关系，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 UOC 是等于 ISC 乘以 RI，GI 是等于 RI 分之一的。所以你发现了吗？由于有了实际电压源和实际电流源的等效关系，我们就可以不用记忆诺顿定理了。只要有戴维南定理，诺顿定理就自然成立了。除此之外，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的对比还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求解入端等效电阻的方法。大家请看，对于这个电路来讲，如果我们把 AB 端短路，那么求出来这个短路电流是什么呢？ ISC 是等于 UOC 比上 RI 的。当然在这儿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是等效的，所以这是 ISC。 所以把它们相结合，你能得到什么呢？如果我要想求 RI 的话，我可以先求 UOC， 再求 ISC， 把它们进行比值，就得到了 RI。 所以你也可以加压求流，你也可以加流求压，你也可以求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并求它们的比值。好，接下来我们用两道题来说明戴维南定理的应用。大家请看这道题。这道题说 Rx 分别等于 1.2 欧和 5.2 欧的时候，我们要求这个电流 I。 这个题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你可以 KCL、KVL 设很多的支路量，列写一大堆方程。你可以用节点法加比，我们设这儿为参考节点，这个是已知的。那么你写 UA、UB 的二元线性代数方程组。你可以用回路电流法，一个、两个、三个回路电流，你列写出三元次线性代数方程组，这都可以做到。但是比较麻烦的是，我们现在这个 Rx 是 1.2 欧和 5.2 欧两个取值，那也意味着你节点法的二元线性代数方程组的系数矩阵是变化的，也意味着你回路法的三元线性代数方程组的系数矩阵是变化的。于是你就要进行繁琐的代数运算。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如果说你能够想到用戴维南定理来求解的话，这个问题就将怎样得到简化。那怎么样用戴维南定理呢？我们不妨从这端往外看，求 A 和 B 往外看的戴维南等效电路，也就是说把它拉出来来看。那整个这个电路就要变成了先求开路电压，再求入端电阻。好，我们把图画完了。很显然，这个电压是4伏，这个电压是6伏，所以 UOC 我们在这儿做一个 KVL 就等于6减4等于2伏。那接下来我们来求入端电阻。求入端电阻，不要忘了所有端口内的独立源要至0。于是对于理想独立电压源来讲，至0就是用短路来替代它。从 AB 往里看，这是什么呢？是
4并6再串上4并6，你看出来了吗？等于 4.8 欧。于是我们就能画出来戴维南等效电路了，是这样的：上正下负的两伏和 4.8 欧，以及始终没有变化的那个电阻 Rx。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次强调一下等效的相对性。这个电路和原来那个电路只有 Rx 上面的支路量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其他的支路量已经变化了。所以 Rx 上面的电压电流由右边这个电路算出来和左边这个电路算出来是一样的。那好，这时候电流是 R 除以 4.8 加上 Rx 的，它当 Rx 等于 1.2 的时候，很显然是 0.333 安。当 Rx 等于 5.2 的时候是 0.2 安。你发现了吗？我们用这种方法可以很方便的在求得戴维南等效电路以后，在某一个支路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求这个支路的电压和电流。这是我们应用戴维南定理的第一个判据。